ножнах поет о далеком лед, трещит под тяжестью лет. Небосвод, что казался высоким, ждет кровавый полночный ответ. Взгляд, как искры костра в буране, сердце молот в грудной тишине. Срок измеренный, путь наш в тумане, ножны брошены в стылой волне. Грянет буря стальных знамен, смерть и слава один закон. Там, где ветер сечет, лет мы сомкнем боевой венец. Зов земли в нашей крови горит. Каждый шаг наш гранит седой простор. Свой вершим мы сегодня приговор. Снег окрасится в цвет заката, твердь дрожит под ударом ста. Пусть запомнит седая дата тех, кто выше любого креста. Цепь времен в наших жилах бьется, гор небес над землей поет. Тот, кто пал в легионы, зовется, тот, кто выжил в бессмертие, идет. Грянет буря стальных знамен, смерть и слава один закон. Там, где ветер сечет, лет мы сомкнем боевой венец. Зов земли в нашей крови горит. Каждый шаг наш гранит седой простор. Свой вершим мы сегодня приговор. Свой вершим приговор. Сталь, земля, вечность.事務所的同學晚安，我是朱學恆。今天是2026年7月30號啊，這裡是萬刺通事務所。俄羅斯國會的國防委員會主席說，路透的這一篇報道呢是徹底的胡說八道，但是路透手上有文件，200個俄軍北京簽的約，國防部長別洛烏索夫親自批准，批准什麼呢？他們在交流關鍵的數字、數據跟經驗，記得不想被報道的合約才是真合約。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200名俄軍秘密在北京上課，中俄互相拜師啊！烏克蘭人用命寫的筆記，最後的讀者在台北。我們會講到別洛烏索夫、伏爾加格勒、盧比孔、阿庫拉吉的潛艦靜音，還有 Hellscape。今天的定場詩是石家莊裡受冰盤，伏爾加旁席戰難，寫筆記千頁後，密簽合約兩家歡。烏東學費詩山賦，海峽考題暗處看。師徒互拜皆稱聖，賬單最後記誰端？還有誰呢？就是台灣吶！來，我們繼續往下，要跟各位說，你記不記得2026年7月6號啊？在聽直播的各位，如果你有印象，7月7號那時候，我們做過一集，內容是巨浪逆轉，也就是解放軍把100年以來的屈辱啊，第一次想方設法的打回到日本家門口。所以巨浪2或是巨浪3的試射，這是由洞94核潛艦在中午12點01分7月7日第一次從水下把一枚洲際彈道飛彈打了出去，潛射型潛艦訓練彈頭落在南太平洋。當時我們下什麼結論？當時我們下的結論是，威懾的完成式不是彈着點啊，是簽收，是我通知你了，你不能拿我怎麼樣，這個事情才重要。但同一天還有一件事情在青島外海開演，什麼呢？
海上聯合2026中俄年度聯合軍演，7月6號到13號，黃海、青島外海俄方派出太平洋艦隊的瓦良格號巡洋艦、瑞茲基號護衛艦，還有一艘基洛級柴電潛艦烏法號。中方派出什麼？鞍山艦、開封艦、蕪湖艦，還有一艘最新的洞39B 柴電潛艦，10艘船啊，2艘潛艦，而且這是這個從2012年開始的演習系列裡面第一次把對抗無人系統明明白白寫成演習科目。俄方帶隊的新科少將自己講的。演練跟無人系統作戰的情境。來，我要講的是呢，這個 UNO 說，哇，台灣的說法是在南海發射的。我先這樣講，如果我相信台灣當局的說法的話，我會引用，好嗎？我不引用，就表示這不值得理。第二，你沒有發現嗎？在南海發射這件事情，比在青島外海或是在任何近海發射還更危險。那表示它可以在國際海域或者是爭議海域做飛彈試射。算了，這個不多講，我們就繼續往下說。這個今天要講的是。10艘船，2艘潛艦，這是從2012年開始的演習系列裡面，第一次把對抗無人系統明明白白寫成演習科目。俄方帶隊的新科少將自己講的，他說這是演練與無人系統作戰的情境啊。在聽直播，各位還記得巨浪那一集內容的各位，你要把2件事情疊在一起看，甚至我們更早之前還做了一個 Hellscape 的直播，同一天，一邊是巨浪發射出水，一邊是中俄艦隊排開陣型練無人機攻防，練獵潛，巧合嗎？我跟你講，日期也許是巧合，但供應鏈不是啊。供應鏈不是什麼意思嗎？3個禮拜之後，7月23號，《經濟學人》放出了一篇12分鐘。就念起來花12分鐘的長文了，標題翻成白話就是騎在熊背上，中國正在從俄羅斯身上拿到令人不安的軍事知識。無人機、核潛艦、防空系統，這篇文章把我們7月7號那集只講了一半的故事，他把它補齊了。巨浪那一集我們講的是簽收單，巨浪打出去了，通知公告周邊，日本抗議不鳥你，威則送達，威則送達。那今天這一集我們講的是供應鏈啊，它的簽收單上的技術是誰教的？學費誰付的？到底為什麼中方的科技突飛猛進？有沒有人在背後幫忙？我先把最冷靜的一句話講出來。這場交易的賬單呢，最後的收件地址不在莫斯科，也不在北京啊。先放下這個懸念，我們回到7月6號那片海，因為那一片海上發生的事情，其實是一份成果發表會。發表的是什麼成果？2個國家互相拜師，偷偷上課上了至少2年多的成果。結果嘞，全世界大部分媒體當天的報道還停留在中俄又軍演的層次，更別提台灣媒體啊，媽想都別想，又開始說啊，我們媽超厲害的，或者是中方要這個破壞世界和平、世界安全，幹了個鬼聽啊！謝謝安安的阿嬤送了芒果刨冰。那為什麼我們會說這樣報道不對？沒有，因為事情比這個要深太多了。本章
Dylan Hamilton， 你他媽的要不要認真聽完？幹，你跟我講說，哇，這個俄羅斯拿到軍事知識，我問你，俄烏戰場上死人所學到的教訓，解放軍有沒有去學？沒有，對不對？如果沒有，如果戰場上有死解放軍的話，你在那邊吹說，哦，我們拿中國天下第一，我們根本不需要再從俄羅斯拿軍事知識了，可能是對的，但是抱歉，俄羅斯拿給你是血的教訓，你以為不用學，是你錯，不是我錯。我們慢慢講下來。本章的結論呢，就是7月6號啊，不是一天而已，是3條線的交匯點。潛射巨浪是硬體成果，無人機科目是課程成果，雙潛艦同場是師徒關係的公開亮相。你看到是軍演，我們看到的是結業典禮啊。來，我們繼續講到下一章，什麼東西呢？就是有一份合約，雙方簽了，不准報道。我們把時間倒回去1年，回到2025年7月2號，北京一個房間裡面2個軍人面對面做了簽文件，有沒有啊？各位，這是 AI 示意圖哦，希望雙方不要用社會秩序維護法來抓我啊。這份協議呢，路透社在2026年 ，Gosh， 人家用血肉打出來的東西，你說落後，操你媽！你叫解放軍上戰場打打看吶，不要那麼自滿，懂不懂？用血肉寫出來的戰場時機，不是你在那邊啪啪啪，我覺得很落後啊，啪啪啪啪啪。幹那媽，你不要去跟俄羅斯拿資料啊，懂嗎？死過人的戰場經驗勝過你坐在那邊模擬100萬次啊！回去好好學好不好？拜托，你他媽覺得自己了不起，那就不用講了。中俄不要簽密約啊，不要簽這個密約，好不好？俄軍的少將跟解放軍的一位大校簽了雙邊訓練協議。這份協議哦，路透社不知道誰外洩的，2026年5月19號看到了3個歐洲情報機構提供的文件，裡面白紙黑字寫了幾件事情。第一，俄軍人員將在中國接受訓練，科目包括了無人機、電子戰、陸軍航空、裝甲步兵。第二，這是全份文件最誠實的一條。禁止2國媒體報道這些訪問，且不得告知第三方。所以沒有俄羅斯媒體，也沒有解放軍，也沒有中文媒體報道，因為明文禁止了。但是當然，這個你報出來，他私底下會叫你撤了，你也不該報。那所以小弟我翻譯英文、翻譯文件翻了30年。我跟你講，一份合約裡面最重要的條款，永遠是他最不想讓你看到的那一條。做生意的合約最重要的是違約金，做壞事的合約最重要的是保密條款。然後呢，2025年8月，俄羅斯國防部長別洛烏索夫，就是那位經濟學家出身，被普丁派去管國防部賬本的部長，下了一道內部命令，他親自批准俄軍的代表團赴中國受訓。這是路透7月1號的第2篇獨家。2名歐洲官員加上機密文件本身確實查證完了。規模有多大？你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有200名俄軍，時間是2025年底，地點在北京、南京、石家莊、宜賓。軍階呢，從下士到中校都有。各位注意，中校這個軍階，如果下士去上課是叫做技術培訓，中校去上課叫做制度性交流。中校回國是要當教官的，他總不可能自己媽做黑手吧？是要寫教範的。這不是幾個兵去玩無人機，這是把課程要整包搬回家。
來，怎麼樣？俄羅斯官方怎麼說？俄羅斯國會的國防委員會主席出來罵，徹底胡說八道，沒有這回事。俄軍沒有什麼要跟中國學的。中國這邊呢，外交部說不知情，還補了一句：中國對無人機出口有嚴密的管制措施。在聽直播已經看過我們幾十集的各位啊，你們應該都會背了。只要當事人急着說胡說八道的時候，你就要開始認真看文件，那表示其中必有貓膩呀。當官方說不知情的時候，文件通常就在檔案裡面，而且還是關鍵文件。而且你想一個最簡單的邏輯問題。如果這一切都是胡說八道，你中間為什麼要加一條禁止媒體報道的條款？誰簽的？誰覺得這個東西不該被報道出來？你不會為一件不存在的事情簽保密協議嘛？對不對？來，這一章的簡單結論：2025年7月2號那張桌子上簽掉的，不是一份訓練計劃，是中俄軍事關係的升級證明，從一起演習給外人看，升級到關起門來互相教學。演習是表演，教學是交底，交底交心才是真正的盟友行為呀。來，第二章來了，北京開了什麼課呢？北京開的課是那200名俄軍在中國上什麼課？路透的文件細到可以直接印課表，到底是誰這麼詳細的文件給路透社的啦？來，我們一間一間教室看。第一間教室在石家莊，是解放軍步兵學院的分部。2025年12月，一期大約50個俄軍。課程內容呢，用無人機為82毫米迫擊炮標定位置，聽起來很落後，對吧？為什麼？聽起來想說幹什麼年代了，媽，你還在標定迫擊炮？不對，各位，你要慢慢想。我今天很認真的把過程推理為你想出來，你也不要再用我大解放軍天下無敵科技先進，不對，混合式戰術，人家有經驗可以學，你就要學呀。紙上談兵那一個人叫趙瓜，趙瓜對吧？媽，被害自己的國家被坑殺40萬降卒啊！請大家在戰場上所有可以學的都要學。82迫炮加無人機觀測是什麼意思？這是烏克蘭戰場上每天現在用的標準戰術。無人機飛上去當眼睛，迫炮在後面當拳頭，看到就打，打完就跑。好笑的地方來了，這一套戰術是誰用命試出來的？烏克蘭人跟俄羅斯人在頓巴斯的泥巴裡面用4年半的傷亡試出來的。結果現在教這門課的人是一支從1979年之後就沒有打過仗的軍隊。但等等，解放軍天下無敵派，請你稍等一下。解放軍教這個課是有資格也有道理的。為什麼？因為現代戰爭裡面會打仗這件事情被拆成了2半。一半是戰場經驗，一半是訓練體系。俄軍有前面那一半，他們天天在戰場上流血，每天就試說我這個戰術成不成，行不行，然後被打爛，就跟長官講說，長官，我同袍死一半，這個邏輯不行。但他沒有後面那一半，他們沒有標準化的模擬器，沒有量產的教學無人機，沒有把經驗變成課程的工業能力。中國有，解放軍有，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無人機生產國，民用機隊、飛行模擬器、教具要多少有多少。第二間教室在宜賓，解放軍的航空中心，俄軍在那邊用無人機的飛行模擬器。
操作好幾款 FPV 系統，就是第一人稱的无人機自殺式無人机啊。模擬器这個東西呢，各位打電動都懂，它讓你用零成本墜機100次嘛。烏克蘭戰場上啊，一個 FPV 飛手的養成要摔掉多少時機？在宜賓插電打電動就好啦，沒有問題啊。然後第三間教室在北京，2025年11月，一門3週的課，核生化防護。路透社手上有照片嗎？幹，我覺得國安跟國保可能要出動了。路透社手上的照片是一位中國教官帶着一群俄軍研究一座核反應爐的模型，教化學跟輻射偵察，教通風系統防污染。第4間教室，反無人機跟電子戰步槍網，還有那個捕捉網系統網槍啦，把來襲的無人機用電磁波打瞎，用網子抓下來。在聽直播呢，各位一邊在滑手機哦，一邊在想，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呢？這跟我有什麼關係？我們台灣天天在講不對稱作戰，講無人機是我們的救命稻草。你現在看到的是教你怎麼種稻草，然後雙方在技術轉移，怎麼收割稻草、收割手冊，還有防火手冊，人家開班授課一次教齊。結果呢？我們的無人機年產量啊，之前在講那個台灣做無人機的數量那一集算過，烏克蘭前線一天燒掉的 FPV 第一人稱視角的無人機，大概等於台灣7到9成的年產量。它一天用到的無人機是我們1年的產量。簡單的結論是，這一章北京開的這些課，表面上是中國幫俄羅斯，實際上是中國用俄軍在當活教材驗證機。他把中國的裝備模擬器課程放到一支正在打仗的軍隊上做 A/B 測試，就跟我們做封面測試一樣。測試報告呢，直接寫進解放軍自己的教範。你說這讚不讚？讚嘛！學生付學費，老師拿數據，這門生意兩頭賺，而且學生還會用生命告訴你說：“不，老師，我全營被炸死了。”所以這個邏輯不堪用，這個戰術不能用。哎呀，各位搞清楚啦！等等，雨橋說美國不是老說大國給俄羅斯支援嗎？我們發言人怎麼回的？如果中國幫助俄羅斯戰場，不可能打成這樣。我直接問一件事情：你是東方大國的領袖，你為什麼要介入別人的戰爭？你為什麼不讓他們買你的無人機，買你的戰術，然後兩邊自己打得死去活來，然後你從中間學到更多教訓，提升你的戰術，提升你的能力，增加你的 GDP 呢？所以不要再講為什麼中國沒有幫俄羅斯，因為這在大國戰略上面是不合理的。我最好看你打得死去活來，然後我坐收漁翁之利，好嗎？就是這個樣子啦。所以大家別多說，我覺得現在幕後提供資料最正確。你不要一腔熱血說他媽我們就上戰場打，讓我們的合成旅碾壓烏克蘭，幹嘛呢？人家打仗，人家流血，人家把教訓交給你，還要花錢跟你買，你趁機跟他交換東西，有何不好？對不對？來，想聰明一點，各位不要那麼熱血，我們是冷靜的知識派，好嗎？不要一上來就講我們怎麼樣，怎麼不打，不是，你用知識想就知道，
做生意的人兩頭賺是最讚的，好嗎？來，可是我要講哦，你不要像之前說的一樣說，烏克蘭打這場仗啊，莫斯科沒有東西可以教我們，不對，來，我慢慢講，你慢慢聽我說。現在啊，黑板換邊了，莫斯科當老師。根據歐洲情報消息人士向《經濟學人》的國防專版做的簡報，注意，我們先把來源屬性講清楚了。這是情報機構的說法，透過《經濟學人》這種頂級媒體放出來，單方消息我們會標注，但是它的可信度非常高。從2024年開始，中國軍人在俄羅斯西南部伏爾加格勒附近的一座軍事基地受訓。Volgograd， 各位比較熟的名字是它的舊名史达林格勒，二戰绞肉機的原點。現在那裡是俄軍第8軍團常用的訓練基地。那第8軍團是誰呢？就是俄軍在烏東作戰的骨幹部隊。課表是什麼？無人機操作、指揮所突擊、城鎮戰、壕溝戰、林地戰、戰場醫療、布雷、反戰車雷、人員殺傷雷、混合雷場。在聽直播的各位啊，有沒有發現一件事？這張課表上的每一個科目都是2022年以後被無人機改寫過標準作業程序的課程。以前壕溝怎麼挖，現在的壕溝怎麼挖，插在天空上都是眼睛。以前的傷兵怎麼后受，現在的傷兵怎麼後受，插一個 MPV 在頭上盤旋。這些新版 SOP，全世界只有2支軍隊用血肉跟屍體換到了完整版。烏克蘭軍隊跟俄羅斯軍隊，北約可以跟烏克蘭拿呀，但是解放軍只能跟俄羅斯拿嘛。更進一步，還有未經證實的情報報告說，我們照規矩講，因為經濟學人自己寫 unconfirmed， 有中國軍事觀察員出現在俄戰烏克蘭境內靠近前線的位置，做的事情就像烏克蘭人把戰場數據回傳給西方軍工廠一樣，貼着無人機操作員看、學、記錄、回傳。所以你要這樣講啊，這就精準了。這一條說法，我跟你講，不是像前面的網友講的，說什麼我是嗎？聯合國五常，我就可以隨便派觀察員。真正的觀察員是跟在人家的飛手後面學東西，然後把資料回傳，那是情報刺探吶。你不能說我是聯合國成員國，我他媽就可以去，不行，你兩邊都不能去，而且两邊都會殺你，因為他根本看不出來你是誰，好不好？來，所以我們剛剛講了，中國軍事觀察員不當定案放着，但下一條是公開的，白紙黑字的，是什麼？解放軍日報。解放軍的官方機關報最近的文章公開點名關注一個單位，盧比孔無人機中心。盧比孔是什麼？2024年俄軍成立的無人機作戰中樞，把原本散裝，因為以前無人機作戰在陸軍舊戰術裡面沒那麼重要，那新的是俄羅斯把原本散裝的無人機部队集中指揮。庫斯克反攻戰裡面盧比孔部隊專門獵殺烏軍的無人機操作員跟補給線，戰果顯著。解放軍日報把這個單位的運作模式寫成文章，登在自己的機關報上面。Forty
你說跟盧比奧有什麼關係？幹他媽沒讀歷史，不知道盧比孔河是什麼來源，是不是？回去看他歐洲史啊，盧比孔河。來，我講白一點，一支軍隊的機關報在研究誰，就是這支軍隊的參謀本部在抄誰的作業。在他的報紙《解放軍報》報出來之前，內參可能都已經寫到炸開來了啦。而且還有一條產業合作的線。公開文件顯示啊，莫斯科航空學院是俄羅斯的無人機研發重鎮，跟中國的研究機構有密切的合作關係。痕跡在那邊，但雙方都否認，包括了西北工業大學、西工大。西工大是誰？替解放軍開發無人機的學校啊。美國制裁名單上的常客，據說西工大的畢業生不能去美國留學啊。然後呢，布朗大學的戰略研究者 Goldstein 戈德斯坦，他講了一句今天整集的關鍵話，請注意，你要聽住這個奇言。中國現在可以向俄羅斯要俄羅斯不能向中国要的東西了。因為地位高低不一樣了，俄羅斯已經不是老大哥了。什麼意思？翻譯成白話，1950年代蘇聯是師傅，中國是學徒。2026年呢，學徒拿個看你們智障，8964 PA， 朱學友當過兵嗎？操你媽！我是妖拐八旅淡海旅首都卫戍部隊旅部连营不对，我是旅部连步枪兵，而且我管的就是参一，我管的就是人事。当年我要負責把整個首都衛戍旅的人補齊。你他媽問我有沒有當過兵？你他媽青鳥在那邊講，朱學友當過兵，不好意思，當過。而且還負責寫過固安作戰計劃，你懂不懂呢？但是你都不懂，有夠蠢，有夠蠢。來，我繼續往下講。所以呢，今天中國解放軍要來收賬了。你欠我的無人機零件，你欠我的引擎，欠我的電子零件，欠我繞過制裁的貿易管道，現在給我用你的戰場筆記來還。所以簡單的結論是，伏爾加格勒的課值錢的不是戰術動作，是被實戰修改過的版本號。也就是你說我解放軍幹嘛去跟俄羅斯學這些課程呢？沒有，人家是 Version 2.0 了啊，你去學的是新版的戰場運作，不是舊版的啊。那新版的戰場運作是有戰場經驗的人編出來的，怎麼不可以學？媽，全部抄下來搬回解放軍總部啦。所以解放軍1979年之後沒有打過仗，也沒有打過無人機主導的仗，所以目前所有的先進教範都是理論推導加演習驗證。現在俄羅斯第一次給他的生產環境的田野調查除錯記錄，一支沒打過仗的軍隊缺的不是勇氣，不是信念，是除 bug 清單。你要怎麼 debug 嘞？俄羅斯手上有全世界最新的一份，你怎麼可以不跟他拿？超划算的好不好？来，我們接下來要念一下抖內了啊。來，黑叔啊，學恆說有好笑的一定要支持，然後乙一說有笑料一定支持 ，Sylvia 嗆說來了，子祥說微軟美股盤前漲超過10%，第四財季的 Azure 雲業務同比增加43%，遠超預期。不管朱大講什麼主題，好像隔天都有相關新聞，不知道網友有沒有發現？就是
因為我是挑時間在說的，好不好？所以啊，你就知道我今天在講的東西是時機對了，那自然就對。但我沒有辦法保證你賺到錢吶、我沒辦法保證你賺到錢吶、米德賞說，朱大陸抖內武器裝備給俄羅斯就好，去幫忙人家也不會把領土分離，不要介入衝突，取得參數跟戰場經驗的，才不要抖內，你他媽用賣的。賣了之後，你還是可以跟他要技術交流，我們等下後面會講到啦。各位，今天的抖內目標呢，是周六高市早苗的專題料超級多，怕寫不完。如果目標通過，我們就加入賴校長發文感謝對方，卻冷漠不回專章，讓大家笑一笑，哈哈。所以啦，我跟你講，不是我告訴你，戰場經驗是該學的就要學，不要說低端輕描。我告訴你，現在黨很認真哦。我剛看到一個新聞，新竹有一個 pub 的老闆娘說，請大家投反罷免，因為那個時候要罷免新竹市長，說大家投反罷免，我給你1000塊。反罷免哦，請注意，不是站在黨那邊的罷免，是站在黨對立面的反罷免。一審判3年4月，開不開心？所以我勸告各位，現在台灣的狀況啊，不要冒生命的危險搞一些東西啦，不值得，好不好？不值得。Mr. Akaset 說，這個很久沒跟上直播，小抖個目標，希望這個目標可以達成。這種笑料不嫌多，支持9哥使用阿薩布魯道具單人阿魯巴豬大活動，請各位網友別吝嗇按讚，手機熱推，有餘力者煩請點選置頂連結，以下至阿宅福利社選購精選商品。假設周日有空，歡迎踴躍參加見面會，因為那個卡哥要負責從台北跟我搬貨物下去到桃園。所以簡單來講啊，而且我跟你講，你聽我講完，你就知道俄羅斯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學。你其他不要講，我就不評論是不是政治迫害了。我告訴你，現在掌權跟司法都是掌握在校長手上。你他媽校長看你不爽，你沒有扶老婆婆過馬路，你都判3年4月，好不好？所以。不容易啊，不容易，請大家千萬小心，千萬小心。來，我要繼續講了。我們把天平擺出來哦，左邊是中國給的，右邊是俄羅斯給的。我們把這些東西一項一項放上去，看平不平衡。雙方互相學，到底平不平衡？這個卡內基大學，我特別講。卡內基大學的 Alexander Gaboev 說，俄軍的創新是慢於烏軍，但是相當靈活且適應力強，具備總結教訓並規模化解決方案的能力。這對解放軍來講很重要。所以好，我們繼續往下講，請各位謹慎發言啊，小心啊！但如果你是對岸的網友，就隨便你啦，好不好？來，中國給俄羅斯的是什麼？無人機零組件。俄軍無人機90%的零件來自中國，這是既有報道的量級。引擎、電子零件、光學元件、光纖。2025年，俄羅斯從中國進口的光纖暴增10倍呀！光纖是幹嘛的？
是抗干擾 FPV 無人機的風箏線。我們講過，訓練體系、模擬器、課程、教具都有，都給了。路透社去年的獨家，俄羅斯的國防企業庫波爾據說直接在中國設計試飛量產遠程攻擊無人機鷹生女妖3，應該就是 Harpy， 就是你遊戲王裡面翻錯什麼快樂女郎，不對啦，鷹生女妖供特別軍事行動使用。那俄羅斯給中國的，来右邊，俄羅斯給中國什麼？實戰課程、伏爾加格勒戰場數據，包括了解放軍軍刊點名想要的美制武器在實戰裡面的表現數據。潛艦靜音技術，下一章會細講。潛艦聲紋資料庫，俄羅斯累積了幾十年的美軍潛艦的聲音指紋。防空反導的生成技術，還有核預警系統。2019年，普丁自己公開講的，我們正在幫中國建立飛彈預警系統，這是很嚴肅的事，會大幅提升中國的防禦能力。目前全世界只有美俄擁有。在聽直播的各位啊，你把兩邊清單看一眼。有沒有發現它平衡穩定，美得像教科書一樣，一邊出工業，一邊出經驗，一邊出和平時期堆出來的產能，一邊出戰爭時期流出來的血，各自缺的剛好就是對方多的，這就是我們事務所每集必講的等價交換，這就是教科書啊！而且這一次不是小弟我的修辭啊，是他們自己簽的合約，就是你來我往，你來我往，互助合作，連保密條款都寫好了。來，但是等價交換永遠都有一個殘酷的地方，各位不要忘記，交換的籌碼是哪裡來的？俄羅斯呢？俄羅斯拿出來交換的經驗原料是什麼？是烏克蘭的城市，是赫爾松的平民，是雙方壕溝裡加起來上百萬的傷亡。俄羅斯把這些痛苦提煉成教學內容，站在講台上上課，跟你換技術。這場戰爭打了4年半。你去算一下損益表，烏克蘭賠上國土和一整個世代，俄羅斯賠上經濟和幾十萬人命，歐洲賠上能源結構，美國賠上軍火庫存，全桌只有一個玩家，沒有下場，沒有流血，兩邊收錢，兩邊收貨，順便還把自己軍隊送去見習，你說強不強？你說我解放軍沒有要跟俄羅斯學的東西，真的嗎？真的嗎？當北京說我們在烏克蘭問題上保持中立的時候，本事務所的老規矩啊，就是要反向解讀當局話術。當一個國家一直強調自己中立的時候，你去看它的物流單嘛，你去看它的 GDP 嘛。中立國的物流清單上不會有82破炮觀測課，不會有電子戰步槍教學，就是那個電子步槍有沒有反無人機的，不會有禁止告知第三方的條款。這一章的結論啊，很簡單，這不是同盟，同盟要簽防禦條約，要為對方流血，他們都不肯啊，他們都不肯。這是比同盟更冷也更穩定的東西。
一場各取所需的以物易物，同盟会因為感情破裂，交易只會因為沒東西可換而結束，而他們手上貨很多啊。LZH 說，中國多年跟歐洲各國都有軍事交流項目，那是以前的。你要不要看看今年？你要不要看看各種商業制裁之後還有多少軍事交流項目？沒有了，好嗎？各位，去讀書，去讀最新的書，去讀現在的書。美歐已經把中國當作圍堵的對象了。你說還有軍事交流，好，你開心就好，好不好？所以都沒有了，都沒有了，你還在講舊的東西。來，我跟你講，最重要的，前面很多人講說媽，我大解放軍有什麼跟俄羅斯可以學的？你錯了，你真的錯了。有很多東西解放軍是後起之秀，但是還沒有追上啊。我們接下來要整個潛到水下，是整個中俄交易裡面單價最高的商品 ，silence， 安靜，安靜。什麼東西呢？先給各位盤點一個現況。中國海軍呢，現在是全世界船艦數量最大的海軍，潛艦大約60艘，6艘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6艘核動力攻擊潛艦，剩下將近50艘是柴電潛艦。柴電潛艦跑不快，要定期上浮，適合在家門口守着。美國呢，大約有70艘，全部都是核動力，全部都是核动力。所以我們繼續往下講。數量差不多，質量差一截，差在哪？不是差在核動力跟柴油上面，差在安靜。因為核動力就是安靜，數量差不多，但是人家核動力比較多。為什麼這樣講？因為潛艦這個兵器啊，本質上是躲貓貓。你夠安靜，你就是獵人；你不夠安靜，你就是會移動的棺材。全世界把安靜這門手藝啊練到跟美國同一個級別的，只有俄羅斯阿庫拉吉，這是俄文的鯊魚的意思，還有更新的亞森級。現在證據鏈一條一條出來了，我跟各位分析來，那個誰 ，Kevin Taylor 說，最近台灣不是在給烏克蘭無人機嗎？我前幾集也猜過，你有空回去看一下，並沒有，有很多其實是轉口貿易，就是烏克蘭被制裁，就是對不起，應該這樣講，中國說我的無人機管制出口。不給烏克蘭，也不給俄羅斯，那結果烏克蘭要怎麼買這些中方的無人機零件呢？他下單給台灣的廠商去買啊，然後台灣廠商從中方進了這些產品之後，自己組裝貼牌，然後賣給烏克蘭。所以什麼叫做台灣在給烏克蘭無人機？實際上是瞎雞巴講，是台灣在重新貼牌之後幫中國賣無人機，妙了吧？來，第一條，2026年初，中國新一代核攻擊潛艦洞95型首艦下水，洞96型彈道飛彈潛艦，大家的研判是已經開工了。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艾立信教授，他是研究中國海軍的權威，他最近的論文寫說，中國似乎已經取得阿庫拉級水準的靜音技術，這可能是俄羅斯願意提供的最高等級，也就是次安靜潛艇的安靜技術，而不是最安靜的，最安靜的。所以嘛，注意這位教授的用詞，似乎已經取得，所以這是他的研判，不是真正的證據。我們照規矩標明給你聽，但後面補的那句更有意思。
他說亞森級啊是俄羅斯的亡國之藥，俄羅斯舍不得給，當然中國還是可能違背莫斯科的意願，透過間諜活動拿到他想要的一部分。中國的情報系統本來就長時間滲透了俄羅斯軍工產業，包括了紅寶石潛艦設計局，包括了金剛石飛彈設計局等等等等。中國還在挖角俄羅斯工程師嘞，所以師徒關係做到後來，不就跟武俠小說一樣嗎？徒弟直接偷師傅的家私，有時候把他女兒都偷走了。這個劇情大家5000年來都很熟啦，好不好？來，我們再往下講，那個印太司令部的指揮官叫帕帕羅上將，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去年在美國國會的聽證會親口講，回流中國就是這樣子的軍事交流，回流中國的可能包括了潛艦靜音方面的協助，以及俄羅斯其他強項領域的協助。第3條，美國海軍情報首長布魯克斯少將 Brooks 今年3月在美國國會的證實了，到2035年，中國可能夠操作80艘潛艦，也就是會有80艘潛艦上線運作，其中一半是核動力，也就大概有40艘核動力。到2035年，10年左右吧。而且新型艦會在反應爐設計、感測器性能、武器整合、靜音技術上面大幅躍進。各位在聽直播，你應該要開始冒冷汗啊！我幫你把你冒出來的冷汗翻譯成戰略語言。中方的潛艦安靜化意味着3件事情，你一定要面對啊！你不能說我不听，小狗念經，不对，這個是一個必然。第一個，中國攻擊潛艦可以自由進出西太平洋，真正打仗的時候可以威脅到美軍基地跟航艦。我們在被強制下架的川普黃金瓊那一集講過，納瓦爾就是寫納瓦爾寶典那個矽谷投資專家，他怎麼說？他說航母在陸基的高超音速飛彈面前已經死了，現在水下又多了一層。第二個，中國的彈道飛彈潛艦可以藏在近海的堡壘海域，找不到，因為這是我的近海，你他媽不能進來獵殺我嘛。必要的時候，它還是可以射到美國本土。這就是7月6號那枚巨浪的完整意義，全球威懾，就這麼簡單。悠悠莫說最近沒怎麼關注2個戰場，感覺僵住了。我跟你講，俄烏戰場不是我不講，是第一個，烏克蘭澤倫斯基秋條了，開始殺功臣啊，他把國防部長換掉了，而俄羅斯那邊的民意開始質疑，為什麼普丁一直在做有限制作戰？有空我們繼續再講。來，還有一條反向的是，俄羅斯手上有幾十年累積的美軍潛艦的聲紋資料庫，就指紋吶，每一集美國潛艦的聲音指紋，中國也在收集，但起步晚，判讀經驗淺，因為中國能夠變成藍海海軍的時日尚不多，你要叫他收集到那麼多的這個聲紋資料不容易。那這份資料庫如果易手，等於把美軍潛艦的隱身衣扒掉一角。然後呢，布魯克斯預測2040年前中國潛艦會例行部署，請注意例行部署，常態性部署到印度洋、北極航道甚至大西洋。所以這一章給你一個結論，解放軍為什麼要跟俄羅斯學？因為俄羅斯的確有很多可以學的東西。潛艦靜音不是武器參數，是核威懾的地基。2次打擊能力成不成立，要看你的彈道飛彈潛艦找不找得到。
你所有的對方復仇的這個核彈呢，可以把你的那個陸基飛彈全部炸光，但是你的海基跟空基的報復性武力打不掉嘛。所以俄羅斯現在做的工作為什麼嚴重？是他正在幫中國把這個地基打好，而地基一旦打好，台海衝突的本質就變了，從區域衝突變成帶着核保險的區域衝突。美國介入的成本計算是整條重寫，也就你今天說要介入你不是因為正義而介入，你要考慮你的對手有核報復跟核打擊能力。你隔壁的人原來只是一個拳擊手，現在他有一整個拳館可以跟你反擊的時候，沒有辦法，好嗎？請大家好好的思考。好，你開心就好啦。中國跟歐洲的軍事交流計劃，好，大家都有。軍事交流計劃是你去參加一個坦克比賽，還是我告訴你我的武器參數呢？你開心就好。你相信解放軍現在跟歐洲的軍隊如膠似漆，交流徹底，你開心就好。你如果覺得開心，那就多交流啊，怎麼樣呢？你要告訴我一件只有你知道的事情嗎？好，你開心就好，我也懶得跟你辯解，你高興就好，好不好？來，接下來還有另外一個東西，台灣最近剛要開發星鏈，現在就他媽來這回事了。這一張是天基獵殺。天基獵殺是什麼意思？天基獵殺就是針對星鏈。各位，星鏈是什麼？什麼東西？我們不之前就講了嗎？就是烏克蘭第一時間能夠反擊俄羅斯的關鍵在星鏈Starlink。各位還記不記得2019年那句話？普丁自己在公開場合宣布的，俄羅斯正在幫中國建立核飛彈的早期預警系統。他說這是很嚴肅的事將大幅提升中國的防禦能力。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國跟俄羅斯有這樣子的系統。當時大家覺得普丁講講而已嘛，結果從那之後再也沒有公開提了。再也沒有公開提哦，沉默有的時候就是進度條在跑，好嗎？2026年7月9號，一份聯合調查公開了，3家歐洲媒體，法國的《世界報》、德國的《明鏡週刊》，還有 The Insider， 他們拿到一批洩露文件，來自中俄不公開的雙邊軍事技術合作論壇。文件揭露2件事情。第一件，中俄討論了一套多層次的計劃，要癱瘓馬斯克的星鏈 Starlink。為什麼？他們要干擾，要網絡攻擊，甚至物理摧毀。在聽直播的各位星鏈為什麼是眼中釘？因為烏克蘭戰爭第一天，就是星鏈讓烏軍在通訊被打爛之後還能指揮，還能操作無人機。星鏈證明了一件事情，一個商業衛星星系Constellation 能夠決定一場戰爭。那麼反過來，如果哪一天台海有事，誰能保證星鏈站哪一邊站多久？而中俄現在正在合寫一份怎麼打瞎他的作業。
第二件事情，文件顯示，中俄在2023年簽的協議，共同開發一套新的防空反導系統，設計目標是攔截美國的彈道飛彈跟極音速飛彈，而且規格要超越俄羅斯現役最強的 S-500。這份調查還講白了一句話，正好呼應我們前面的天平，交換條件是俄羅斯分享戰場數據，中國提供無人機跟 AI。你看，又是等價交換，連天上都是交換的是我最厲害的東西。不過這裡我們自己要站在另外一個角度來推導一下，我們不會照着複製任何人的說法，就跟剛剛講什麼解放軍跟歐洲恢復交流啊，隨便我不要浪費太多時間跟你講。但是你仔細看看，你要把中亞、俄羅斯跟塞爾維亞跟真正的歐洲要分開來。但我不要多講，你開心就好。中國對俄羅斯的防空系統其實有所保留，為什麼？因為俄羅斯的防空系統最近戰績很拉垮，很難看了，在自己城市上空攔不下烏克蘭無人機，在委內瑞拉攔不下美軍入侵，在伊朗也丟臉。中國自己的攔截彈性能已經追上，甚至超過俄羅斯，好像是红旗9吧，我有點記不太得了。所以這筆交易。中國要的才不是俄羅斯的攔截彈呢，中國要的是俄羅斯壓箱底的那一樣戰略飛彈的早期預警能力，超地平線雷達、紅外線衛星這一樣呢，俄羅斯領先中國幾十年，因為它起跑的早。五角大廈2025對中國軍力報告寫得很清楚，俄羅斯持續向中國提供先進技術跟專業知識，包括了彈道飛彈防禦。中國很可能在發展預警反擊的能力上有進展，就是敵人核飛彈還沒落地我方反擊已經先射出去了。這種能力俄羅斯玩幾十年，因為這樣才叫相互保證毀滅嘛。相互保證毀滅嘛，所以這一章的簡單結論是，天擊獵殺這一層交易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它把防禦跟進攻的界限抹掉了。早期預警是防禦技術，但預警反擊是進攻姿態，打瞎心鏈是防禦動作，但它同時是切斷對手戰時神經的第一刀。當一個國家開始認真研究怎麼讓對手在戰爭第一秒看不見、叫不出、連不上的時候，他心裡想的絕對不是防禦。只要有人告訴你這套系統純屬防禦，你就該知道它是為進攻的第一級準備。來，我們再看看我們的斗內這個，叮叮叮說，人家對岸靜靜默默準備，我們總在小以大義，用愛的教育想感動對岸，讓對方自己消滅。謝明峰說，跟上俄烏戰場上光纖一堆，回收是個好產業，但要有命去回收。我跟你講，光纖現在已經不是白菜價了，它簡直是那個真菌價、阿米巴原蟲價，所以不值得回收了。秦明說，以前說解放軍以量取勝，現在是量大值也不差，再加上成本是以同樣的功能、同樣的金額，大陸是人民幣計算，其他是美元計算，再加速度，所以加上俄羅斯過去幾十年累積的課程很賺，很賺的。所以我們再講一下，各位記得按個讚吧。今天已經我看看今天大概有800-900網友在同時線上了，我覺得今天的有蠻精彩的，而且的確我們有挖到很多其他媒體沒有報，或者是它太小太偏歐洲，台灣跟大陸都以為跟我們沒有關係的消息。所以各位如果覺得講不錯，務必按讚，好吧？我們可以讓更多人聽到跟看到。是什麼不讀書幹？什麼俄羅斯？
來，前面6章我們都在看中俄，這一章我們要鏡頭轉回來，要看什麼呢？要看海峽考題啦。因為前面所有的東西會在這一片海峽結算。為什麼？為什麼？我先問一個問題。在聽直播的各位，你知道解放軍的軍事期刊最想跟俄羅斯要哪一項美制武器的實戰數據嗎？海馬斯，我們做過一整集的海馬斯資料啊。等一下，我這樣想一想，我好像發現我忘了叫他封存了。為什麼？因为海馬斯架設要多久，然後這個戰爭要多久，啟動要多久，逃亡要多久？都是戰場上數據最重要嘛，你不要說理論上要多久，但實際上運作嗎？射來射去不行啊。所以大陸要求最多最想要的就是這個布朗大學。我跟你講 ，F-16V 其實不是很重要，因為沒有那麼領先的技術，沒有那麼領先的技術。那其他要講什麼呢？其他要講的就是更重要的是。布朗大學的戈德斯坦教授說，解放軍的軍刊顯示，他們對俄羅斯掌握的美制跟盟軍武器的數據特別感興趣，尤其是像 HIMARS 這種火箭炮。而 HIMARS 呢，正是台灣買的，俄軍在烏克蘭挨了3年多的海馬斯，每一發打在俄軍頭上的火箭彈都被記錄下來，都被記錄下來。飛行特徵、攔截難點、部署模式、彈藥消耗，這些血淋淋的數據啊，可能正透過那張2025年7月的合約流進解放軍的台海反制手冊裡面，很合理，對吧？很合理吧？夏尼瑪慘呼說支持，不稱呼啦。支持老朱，我已經按讚20幾次，你可以不要浪費你的滑鼠好嗎？等一下哦。Awen1978說：“謝謝朱大昨天股票直播，希望可以天天聽到朱大直播美股個股分析。等下就有啦，因為昨天網友抖內前特別告訴我，我以後只要有機會，我都會加上美股跟陸股的分析，好吧？但我不能講台股。來 ，HIMARS 的東西資料，我們講白一點，台灣拿 HIMARS。”做殺手鐧，說幹我們超棒的，一堆青鳥說我們有了這個可以把解放軍打回石器時代啊！但對面正在拿怎麼對付 HIMARS 當家庭作業，而且是拿真人被打的記錄在寫。第二件事更直接，美國跟台灣的軍事規劃者呢，正在一起發展一個叫做地獄景象 Hellscape 的戰略構想。一旦中國要動手，就用大量相對便宜的空中、水面、水下無人機，把整條台灣海峽塞滿，用不對稱的方式抵消中國龐大的海空軍。哎，聽起來很聰明，對不對？
但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他媽你把一個我們住的地方變成地獄景象，那我們这是怎麼樣？都變成鬼，對吧？聽起來是聰明的，但是在聽直播的各位，你把這一集的前6章連起來想，當我們在思考什麼東西，當我們在思考我們要怎麼樣子把海峽封鎖的時候，對面在做什麼？對面正在跟全世界唯一一支有4年半反無人機實戰經驗的軍隊面對面演練啊！青島外海在7月6號那場演習，第一次把反無人系統寫成主科目，盧比孔中心怎麼獵殺無人機操作員？因為無人機太多了，對不對？我們不如獵殺它的操作基地跟操作員。你覺得台灣能夠把無人機操作基地跟飛手放到哪裡去？沖繩嗎？當然不可能啦！解放軍把盧比孔中心的那一個研究狀況，把它拿來登在頭版。台灣的考卷還沒有發下來，對面已經拿到考古題啦，而且找了一個剛考完同一張考卷，考了4年半的學長在旁邊補習呀。那個誰 ，ROC 壯說祝老朱節目觀眾爆滿，精彩絕倫，吸粉無數。我跟你講，這個東西呢，真心是告訴你風險太高了。第3件事情啊，我們前面講過那個光纖 FPV， 就是背後拖一個尾巴的光纖 FPV。俄羅斯2025年從中國進口的光纖呢，暴增10倍。暴增10倍啊！為什麼要光纖？因為光纖 FPV 無人機哦，是用一條實體的光纖線傳訊號。你電子干擾不掉它，這是抗干擾的下一代擋法。這條技術鏈呢，中國供貨，俄國實戰，數據回流，三方閉環。而台灣海峽的寬度，光纖 FPV 的射程夠不夠得着，是有點遠的。100多公里的光纖只飛一台機器的話，可能不夠，你可能要有一個中介器。但是不管這個扯遠了，今天沒有要講那麼細啊。那光纖 FPV。整個干擾防線要怎麼做？這些都是台灣現在要學的東西，但是我們學不到。本章的結論是，這一集講的不是一件遙遠的國際新聞啊，這是一份針對台灣的敵情研判更新。真相很傷人，我們引以為傲的不對稱作戰、無人機建軍、Hellscape 每一項的反制方案，對岸都已經拿到了實戰驗證版本。是用血肉堆砌出來的，而且是在烏克蘭學到，驗證的成本是別人的命啊！我們在念的講義是出版，對面在念的是刊物過3年的即時更新版了，你說可不可怕？可怕呀！再來進到了神秘的為什麼講軍事還可以有股市篇呢？來了，各位，意料之外，驚不驚喜，開不開心？這一章呢是以後的新單元，因為最近股市很熱，很多同學呢在問說，這種國際大局的題目跟我口袋裡的股票有沒有關係？有，其實很直接，我之前只是懶得做，跳過去而已。戰爭形態改變了，第一個被重新定價的是軍工產業股。軍工產業股呢，
先把醜話講在前面哦。本台的觀眾呢，知識水準都很高。你如果要聽黃暐瀚、聽八九、聽其他的阿薩布魯，譬如說陳柏惟這類的人呢，你就別來我的頻道。不好意思，我們受過教育，識字會讀書。我們不會講台灣的 AI 比中國大陸強很多，我們可以操縱很多無人機同時飛，但畢竟人家是王定宇接班人嘛，我們就不要奢求陳柏惟有多嗨多聰明。反智的人別來我們這邊，好不好？來，我們繼續講。各位都是內行人，都是讀書人，我們把風險講清楚。你要不要冒，你自己決定哦。我朱學恆是沒有台灣的證券分析師執照的，所以我們等一下講的是美股跟大陸股市都是境外標的，台灣人正常根本買不到。科創板呢，特別是對岸的科創板，連直接買的管道都沒有。所以我講這些不是叫你去買，是帶你看門道、學東西，了解背後的知識，跟如果你想要賺錢，就冒點風險去賺吧。台灣的個股我一律不碰啊，不點名，這是法律紅線，我守得很清楚。現在你隨便走在路上，不服老爺爺過馬路，你就被抓了。所以數字呢，我都會標的日期跟交易所，你們自己核對。我知道我們這邊聽吳子嘉的一堆啊，但是我跟吳董那麼熟，我老早就知道，你聽了吴子嘉還要相信，你就他媽有夠笨。但我難道能夠救你嗎？我救不了啊。譬如說，吳董最近為什麼又出來講？哎呀，蔣萬安表現得很好啊，蔣萬安簡直是下一個世代的共主。為什麼？因為人家是大陰謀家，他要讓你26年才不重要，他要讓你28年整盤被端走啊！整盤被端走是什麼？你派蔣安出來，你就100%整盤被端走啊！政治的戰術比你想象的更精彩。吳董終究是賴清德的人，但是你聽不懂就算了，我也不要跟你在那邊瞎雞巴講，好不好？你就別提了。所以呀，但我就不提了。你如果看都看不懂，觉得吳董講很可信，枉費我這麼多年都叫他大陰謀家，你聽都聽不懂。來，但我講完了，我之後也不要講。我跟你講，我不評台灣政治啊，好不好？你看不懂反指標，你就不要再講啊！看，來，我繼續往下講。我們這一集以後講股市最重要的概念是我們拆解的是宣傳，不分哪個國家，我們都拆開來做分析。等一下，我分析大陸的股票啊，用的是大陸自己的財經數據。為什麼？因為你要研判對岸的錢跟對岸的散戶會往哪裡流，用他自己的賬本跟他的宣傳內容最準。數據就算灌水，但灌水的方向本身就是北京想讓資金往哪去的訊號，這叫用對手的賬本讀對手的動向。先看美國這邊的7月29號收盤，我跟你講一組數字，你聽會嚇一跳。第一支做無人機的 Eurovironment， 納斯達克代號叫做 AVAV， 不是做 A 片哦，它就叫 AVAV。做彈簧刀 Switchblade 自殺無人機那一家，7月29號收盤142.12美金，當天跌9.1%。年初到現在跌了大概41%。第二支啊 Kratos， 你如果有打電動，你就知道它是那個戰神的名字，或者你要念 Kratos， 但沒關係。納斯達克代號 KTOS， 做女武神 Valkyrie 的噴射中程僚機，當天收43.88美元，跌9.79%，年初至今跌了42%。在聽直播想說無人机不是最熱的題材嗎？怎麼跌成這樣？
這就是今天最值得學的一課啊！這兩家都是純無人機概念，訂單也是真的，但市場最近在做一件事情，獲利了結，加上對估值的清算 ，AVAV 還踩到自己的雷，它併購了 Blue Halo 產生的商譽減損，一個叫 Scar 的15億美金的合約被砍，還吃了證券官司，所以你看到題材很熱，跟股價暴跌兩件事同時發生。這不是矛盾，這是市場在分辨誰有真訂單，誰只是故事啊。第三支我們常常提到的 Palantir， 納斯達克代號 PLTR， 就是魔戒啦，裡面的那個真知金球。你可以翻作 Palantir 或是 Palantir 都好，來做 AI 指揮大腦，不做硬體。7月29號收123美金，當天只跌 0.43%， 年初至今跌了約 31% 啊，跌的比前兩家少，因為他8月3號要發財報，市場還在等。但你注意，內部人 Cobb 他們7月在130到137美金之間賣了股哦，公司內部成員，老闆自己在賣，這個訊號呢，各位自己解讀。Lotto Big 說1周前，民視財經網說杜金龍接布局一時機，有望挑戰6萬點。你不知道我的 AI 哦，如果有綠營媒體講的東西，我都叫他反向操作，好不好？請各位思考一下，不要這麼簡單，不要這麼簡單，就相信人家說的東西。來，潛艦這條線我們也拿出來講。接我們第5章造核潛艦的兩家呢，是 Huntington Ingalls， 紐約證交所代號 HII， 7月29號收280.40美金，年初至今跌了約 17%。 General Dynamics 通用動力代號 GD 收380.96美金。注意啊，注意！這是這一組裡面年初唯一到現在還正報酬的，漲了大概 14.65%。想買一籃子，我跟你講，美股也有 ETF， 你可以考慮買哦。想買一籃子防務科技哦 ，Defense Technology 的 ETF 代號叫 SHLD， 我畫面上有啊，你自己看一下 SHLD， 那大概在62美金附近，但是它就是不會大漲小漲，就這樣子。宇樹在科創板上市哦，但是沒有用啊，台灣人買不到科創板。好啦，接下來呢，最諷刺的一刀要跟各位說了啦，你今天知道了就可以帶走去笑別人。那些打着擺脫中國國防自主大旗的美國無人機股啊，他們的無人機馬達、電子調速器、actuator 關鍵零件，到今天大半還是中國製造，連在美國本土組裝的也一樣。所以五角大廈定了新規定啊，2027年1月1號起啊，禁止中國產稀土進入關鍵國防平台。美國最想去中國化的產業，骨子裡最離不開中國了。所以我們講台灣電池、台啤入股是同一個問題嘛？你想飛鴻，而且我告訴你，我認為美國參眾兩院通過這個法案，會造成美方的成本大幅提升，甚至可能做不到。你還要洗稀土的產地哦，幹這個真是了不起耶！稀土裡面是有機密，是吧？來，我們把鏡頭轉到對岸去，因為我可以盡量開心的講對岸，然後沒有法律限制我，這是今天真正好玩的地方。所以對岸網友你就聽一聽，能不能夠拿去買，你可以自己看狀況。來，
中國 A 股的軍工板塊有3隻，我點給各位聽。那我告訴你為什麼是它，然後你自己思考。我會告訴你我們質疑什麼。記住，我特別說過了，你自己要負自己的責任哦。第一個，北方長龍，深圳創業板代號301357，為什麼是它？它在做碳纖維複合材料，用在無人機相關產品上，正好卡無人機題材。7月24號那天漲超過11%，但我們警告什麼？我們警告什麼？第一個，這家公司自己在互動平台講過，無人機業務佔營收比例極小，所以它是沾邊，不是主業。第二，也是最尷尬的一件事情，2026年第一季歸母淨利是負1245萬人民幣虧損，年減145%。一家在虧損的公司，5月以來股價漲了245%。各位，你把這兩個數字擺一起，虧損跟漲245%，你就懂了什麼叫做事件驅動。這不是價值投資，這是資金在搏一個題材，但它背後有沒有意義？有，因為烏克蘭的大量無人機要用碳纖複合材質，但它全國只有一家可以自己生產，那個量不夠，所以你說這個北方長龍有沒有偷偷賣到烏克蘭去？這我不知道，但是題材有沒有意義？是有意義。是有意義的，所以請各位思考，好不好？你看富士山下邱小姐說買大 A 就有站崗的心理準備，所以我就跟你分享，就當聽故事。那第二支呢是長程軍工，上海主板代號呢是601606，為什麼是它？因為它是傳統兵器總裝啊，是根正苗紅的軍工央企啊。7月24號漲停，後來還創歷史新高。質疑點呢，就是這個是全球盤呢，不是在地盤，是全球都需要軍武的時候，然後大家資金要走就走這邊。那它的動態本益比啊，長程軍工的動態本益比一路抽到85倍啊，85倍什麼概念？就是這家公司要不吃不喝賺85年才回得了本的，這種估值靠的不是獲利，是重組預期跟資產注入的想象，也就是中美競爭。那國家當然要把錢注進去，好嗎？來，再往下講，第三支更有趣，可是我覺得它才最腳踏實地，你知道，內蒙一機。上海主板代號600967，為什麼是它？它是中國主戰坦克的總裝廠，這是100%腳踏實地、硬核有真訂單的軍工。但真正值得質疑的地方很有意思，因為它反而漲得比前2家慢。我念一則對岸散戶自己在股霸的留言給你聽了。他說內蒙一機漲又漲不過人家，跌起來又比別人狠，大 A 呀，果然是不能買業績好的公司。對啊，你看很多網友說大陸 A 股不要碰啊，那為什麼？因為跟賭局一樣啊。但 Mars VIP 說他最近又彈起來啊，當防禦股沒關係啊，但是。各位，你聽懂我剛講的悲哀了嗎？在一個健康的市場，業績好的公司應該漲得最穩。但是在目前題材驅動的市場裡面，有真訂單的坦克廠跑輸了一家虧損的碳纖維概念股，不是我在酸的，對岸股民自己講的。所以你要做的是，最早之前 McKinsey 講說，媽東西都沒有做出來，我到底要不要買呢？對不起，在現在資金橫流、熱錢到處都是的狀況之下。有概念就很值錢了，好嗎？有概念就很值錢了。看你們叫他做緬 A 哦，幹緬甸 A 股是吧？好，所以是
玩題材的啦。這個阿土伯 online 說我在雅股上面賺了300萬 RMB， 哎，你趕快抖內我一下，我等一下貼那個狗皮膏藥的時候來抖一點，彰顯大戶的戰鬥力。來，所以呢，我們這一章的簡單的結論哦 ，A 股的不要說不止 A 股啦，還有創科版的科創板，对不对？軍工股是等價交換最誠實的計價器。它不管道德，只管預期，但它會分裂成2種，一種算真訂單，像美國的 GD、中國的內蒙一機漲得穩，也可能漲得悶；但一種是炒純題材 ，AVAV 7月的暴跌，北方長榮虧損還漲停，上得快，下得也狠。真相總是傷人的地方是，這個世界最穩定成長的產業，是把別人的災難做成財報的產業，但就算是這種產業，市場照樣會殘酷的告訴你，誰在做事，誰在說故事。你要沾這波投資熱潮可以，先分清楚你買的是訂單還是別人的想象。好啦，我股票點完了啊，那所以嘞，你就要看啊。這個目前我根本不認為2027年五角大廈規定的要進中國稀土入國防做得到的，光是飛彈 F-35你就做不了，全世界接不上啊！我們之前做稀土那一集已經講過了，你要講稀土，2030年才有可能替代，結果你2027年就要開始，我覺得不是。沒有，所以啊，請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好不好？這個真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那所以，至於這個怎麼樣，我就不敢講。所以接下來今天直播，我們要把賬算一算。工業富聯不是現在可以買東西的，不要亂買，好不好？壞掉龍九說趕工遲到，抱歉。支持不讀書人助，單人阿爾巴老朱並按讚分享加群熱推購買商品也請問老朱助打氣，謝謝。哎，那個。所以各位，我們接下來要講我們帶貨的豐裕蜂蜜啊。對了，各位，那個豐裕蜂蜜啊，從今天開始上架的紅蛋比蜜只賣2週，因為它量不夠，我們也不會賣太多，也不能賣太多，因為它還有一些其他的訂单。紅蛋比蜜是只有產在新北平西那一帶有紅蛋比樹，那以前為什麼種紅蛋比？是因為日本人把那個當作那個神宮神社旁邊的樹木，所以又叫做神木。那它的紅蛋比蜜呢，有一個很特別的香氣。各位有空可以下次去找陳艾倫試試看。那但是陳艾倫說沒關係，我今年沒有收很多，我們就給你們賣2個星期之後就下架，因為他怕它的量不夠，所以。有機會，你想要嘗試新的蜂蜜，有神木之稱的紅蛋比樹呢，可以嘗試，請各位可以下單。然後我跟你講，上海那隻鴨腳木，我已經決定要用搶救鴨腳木大兵的規格了，我要用一層又一層的 T 恤跟一層又一層的防撞包材把它包好。這一次再寄，如果再破，我要寄到為止。媽逼，那個上海那位網友
你每一次就把那些沒有壞、沒有氧化的撈起來，搞不好可以做2瓶。到目前為止，鴨腳木蜜一罐1200，我已經花了快4000，要把這一罐蜜寄到。媽，我就不信寄不到，就這樣，氣死我！美股半導體全反彈，然後現在9.33分，不也跌一段啊？所以明天台灣怎麼樣？我不要再講了，這個我就不知道。怎麼還有一堆人？不，他媽你問我，去問陳艾倫啊，他本來就用玻璃瓶裝啊，所以玻璃瓶裝就有風險，我們一定要寄到為止。我上一次就已經用紙箱厚紙板包裹玻璃罐，再加那個防撞包材，照樣破。我不信。就這樣，來，我們接下來要做結論了。這一章的結論呢，很簡單，我一直放在心上，到現在才敢認真講。這一集從頭到尾，我們在講筆記、講課程、講教範、講數據，這些詞很乾淨、很技術，好像在講一門學課程。但這些筆記是用什麼東西寫？是用烏克蘭的程式寫。烏克蘭的人命寫，是用赫爾松、巴赫姆特、用頓巴斯泥巴裡面上百萬條人命寫的。俄羅斯今天能夠站在講台上面，把怎麼打無人機戰爭交給解放軍，把怎麼獵殺操作員寫成解放軍日報的頭版，這門課的學費啊，不是俄羅斯付的，是烏克蘭人付的。真相總是傷人，這就是第一條傷人的真相。戰爭裡面沒有白學的經驗，每一頁教範背後都是一疊布文，而這疊布文上的名字跟坐在台下抄筆記的人八竿子打不着。第二條，科學終將勝利。這裡的科學是最冷酷的那種，物理跟邏輯。你可以否認俄羅斯國會可以罵胡說八道，中國外交部可以說不知情，兩邊都可以在鏡頭前面把頭搖得跟撥浪鼓一樣，但物理學不會投票。一份簽了保密條款的資料呢，是有它的意義的。我跟你講，很多時候我們簽的合約裡面最值得相信是保密條款啊。Mr. 阿卡塞說，話說上次買蜂蜜也破了一瓶，不過還好是結晶鴨腳木，可以說無傷既達。不，重點不是那個玻璃瓶要破照破啊，是玻璃瓶破好嗎？來，所以我們這樣講。一份簽了保密條款的合約，它是客觀存在的，有資料證明的，有3個來源 verify，200個俄軍的受訓記錄也是客觀存在，洞95潛艦下水的水花呢也是客觀存在，7月6號那一門巨浪導彈的彈道客觀存在，你搖頭搖得再用力，這些東西不會因為你否認就消失。當一件事雙方都急着否認，而證據卻一份一份從第三方冒出來的時候，科學會告訴你該相信哪一邊，而且本人要很驕傲地宣布，這一集我們比任何一家西方智庫都乾淨了。經濟學人有它的情報來源，路透有它的洩露文件，但哪一條是實際鐵證？哪一條是未經證實？哪一條是情報機構的單方說法？我們有一條一條標給你看。北京否認，莫斯科否認，我們一句不漏的並陳。我們的殺傷力不是因為我們罵的比誰兇，是因為我們比交易的雙方、比報道的媒體都更誠實。第3條，等價交換，這才是今晚真正的主軸。我要把它推到最後一裡。中俄的交易啊，美得像教科書，中國出工業，俄羅斯出經驗，各取所需，童叟無欺。
但等價交換有一條鐵律，各位一定要記住，交換的成本從來不會憑空消失，它只會轉移。俄羅斯拿經驗換技術，成本轉移給了烏克蘭人。中國拿技術補經驗，那補上來的能力最後要用在哪裡？各位把這一集的每一條線在你腦子裡面推導一次。石家莊教的82破炮觀測，伏爾加格勒教的無人機戰，解放軍軍刊點名要的 HIMARS 數據，洞95潛艦的靜音反星鏈的計劃，預警反擊的能力，這些能力練成之後，瞄準的是哪一個地方？是我們腳下這塊地方，跟我們身邊那個海峽呀。是我們台灣把不對稱作戰當作救命稻草，把無人機、把 Hellscape 當作希望。但今晚你看清楚了，我們手上這一份講義是出版，對面手上那一份是在烏克蘭戰場刊物了4年半的修訂版。我們的考卷根本還沒寫出來，還沒發，對方已經拿了考古題，請了一個剛考完正在考試的學長在旁邊補習啊。所以這一集我們的內部名稱叫做戰爭補習班，全世界都在同一間補習班裡面，只是有人補的是怎麼打。譬如說我們呢，連自己會不會考什麼東西都還沒有搞清楚，所以最後這個賬單會寄到哪裡？烏克蘭付了第一期學費，用他們的人命。俄羅斯跟中國各自簽收了貨物，簽了保密協議，但這門課教出來的東西，它的期末考場很有可能就設在台灣海峽，而那份考卷的分數呢，不是用 ABC 打的，是用我們有沒有準備好來打的。在聽直播的各位啊，我不會跟你講天佑台灣，沒有人會保佑台灣，俄羅斯不會，中國不會，那個每年5月8號會去烏山頭追思的人也不會啦。會不會保佑台灣呢？要看你今晚聽完，明天早上醒來，願不願意把這件事當真。烏克蘭人用命寫的那份筆記，現在有2個讀者，一個在莫斯科，一個在北京，而那本筆記的最後一頁可能正在被翻開啊。那個翻開的地方，上面的目標寫的台北。姨說上次包蜂蜜的 T 洗好掛衣架上了，我已經買了空氣緩衝包材，就是那種包一圈一起的那種，但媽照樣摔破啊！幹，就是我們之前包那個葡萄有沒有？我們置頂的那個內容裡面有葡萄啊，它就是用那個空氣包包的，但是包了照樣摔破，幹，真是見鬼了！啊，幹！我要貼我的那個狗皮膏藥了。所以各位，今天這一集有這個也有那個，什麼都有，那應該還蠻多的。所以各位聽了，記得我覺得有一些股票可以買，不要看你投長時間還短時間的，請各位好好分析，好吧？來，今天這個是我們的直播的內容，那如果你覺得不錯的話，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可以好好的這個投資贊助一下。那就當你去聽了一個說書，聽完覺得不錯，那要支持一下，好好準備燒了一大堆 token 的我們。我最近都用那個 Anthropic 最高標準在做這個東西，所以你已經找不到有比我更花錢的做直播的男人了。好，今天綠界沒有抖內。最後再宣傳一下 OWTS 999說趕上補個狗皮膏藥，來
底下的置頂呢有那個周日桃園見面會的連結，然後還有你去見面會可以順便帶幾包那個幾包水餃，冷凍水餃回家，好不好？来，今天你覺得內容不錯的，就請抖內一下，我們最後看一看狀況怎麼樣，我們也要下工啦。KM 卡烏，謝謝你抖內的一個芒果刨冰，來我看看。哦，這個是誰？什麼火說現在吳總跟平秀琳連在一起？哎呦，老吳呢？吳總就是哪裡呢？可以多宣傳他的陰謀論，他就會去啊。逼什麼 Z 抖內的議員？這個 Iden Driver 說補一下朱大。這個 Snow 上說再接再厲嘴軍武值得。我覺得今天還蠻精彩的，所以各位如果學到一些東西，你記得跟你朋友分享，包含了潛艦靜音，包含了空機打擊，包含了無人機的戰術。我覺得今天的東西不錯，你最好跟你愛聽軍武的朋友多分享。什麼强？謝謝你的抖內，那是第一次抖內。這個什麼什麼明說幫阿土伯圍抖一下，為什麼要支持阿土伯啦 ？Lotto Big 抖出了那個一個閃耀，什麼什麼偉，謝謝你的抖內。難道我真的要變成一個美股部落格嗎？什麼什麼平？哇，他留言說支持，謝謝你的抖內。各位可以回去看一下，你今天如果是後來才到的話，我覺得今天的內容是真的不錯，那個訊息密度蠻高的，尤其我們今天只有花這個100分鐘左右講這麼多東西。這個江晃說支付寶抖了，有，應該有看到168是吧？希望你也是大發財啊！這狗屁啊！進口這個調降會造成少收600億台幣，那你有種跟美國講啊！費半漲瘋了。幹嘛 ？McKinsey 說軍武聽不懂，你聽不懂不會去看股票那一段哦。魯魯米說都是8點開播，我們基本上是7點半到8點，每天 every single day。酸菜白肉鍋應該也能帶，那你要標注一下，你跟他講。幹什麼用保鮮膜包住玻璃瓶，然後買個木箱跟發泡噴劑，將蜂蜜用發泡包住試試。你啊，這個有90%的機會會被海關扣掉，好不好？吳董是吳子嘉嗎？對啊，吳子嘉。那個威尼是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不要向國民黨飄了，就想要倒閣。謝謝出大。我實在很想做一集，但是我覺得真沒必要。邏輯上就告訴你，倒閣不可能。就一堆人現在跟着綠營在那邊帶倒，真的不要多說了，真的不要多說，媽看了就煩。每天在那邊吹倒閣，吹，倒閣在經濟上不可行，邏輯上也不可行，你就不要瞎雞巴講了。
什麼強？謝謝你的抖內。我跟你講，你倒戈就是把自己弄死的啊。我直接問一件事情：什麼樣的智障會覺得對方會用各種各樣的違憲擋住你，然後你倒戈呢？他可以換行政院長，也可以不換欸。然後最後會不會輪到你重選？還天真的想說，媽的，我如果倒完戈，我立委要重選，可以跟年末那個縣市首長的選舉併在一起。靠，你當游盈隆是吃素的，是不是？我就不給你併在同一天，怎麼樣？你連這種東西都不懂，還要說，媽不用講，反正智商低，我沒有辦法救。我不用管倒戈，我本來也不用管倒。但如果你有$200，你想要定做倒戈，可以跟我講，好不好？好了，今天的那個投票時間到了，各位，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好，腳本寫的也好的話，請按1；你覺得內容這個好，但講的不好的話，請按2；如果你覺得內容跟腳本寫的都不好的話，請按3，好不好？那我把这個俄羅斯歌拉到背景播，重選之後再來罷免，你白痴嗎？我跟你講，你不要以為人家不會跟你賭，好不好？賴校長是跟你賭的啊！賴校長 does not chicken out。好啦，那 Mars VIP 看美股表現這麼好，你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睡了，好不好？幻象龙九说，如果要的不是倒，而是說的有理由，還可以照以前一樣叫夏立言去找他朋友募一些不用還的資源。我只能說這跟智商有關，不要問我，好不好？不要說校長就等你發動倒戈，夢中都會笑。你不要說發動倒戈，他媽他白天都會笑，好不好？不要等夢了，真是受不了。好啦。各位，我今天解析度也很高，內容也很高，就跟各位說拜拜了，拜拜拜拜拜拜。Грянет буря стадион, смерть и слава, один закон. Там, где ветер сечет литмы, сомкнем боевой венец, зов земли в нашей крови горит. Каждый шаг наш гранит седой простор, свой вершим мы сегодня.